第107章得手。我和孙红英一顿酒喝得酩酊大醉，却化干戈为玉帛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而因为这顿酒，给我们博越深圳公司带来了破局的机会。孙红英这女人智商在线，至少我觉得比高燕其实要厉害。在她的安排运作下，温小兵竟然真的从上高辞职了。这件事情在互联网营销公司这个圈子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因为上高去年拿到了投资之后，气势汹汹的要横扫深圳市场。周光华作为资深的商务总监接手上高深圳公司的时候，放出了很多狠话。温小兵是周光华打造的先锋，号称是要把上高一部打造成互联网营销的铁军。可是仅只过3个月，铁军的首领温小兵就辞职滚蛋了，这太滑稽好笑了。这似乎也是上高深圳公司衰败的真实写照。因为更劲爆的消息在后面，温小兵离职上高之后，很快又回归了博越深圳公司，并且担任博越深圳公司商务2部的经理。这个消息简直就是打周光华的脸。据说周光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在上高公司暴跳如雷，把办公室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。我让高燕给周光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这个女人还真打了。电话一接通，高燕便冷冷的道：周总监，听说你最近火气很大啊，别那么大的火气，一把年纪了，火大伤肝，何必呢？周光华一听高燕的声音，便咬牙切齿的道：高燕你个贱人，你是不是把自己卖了换走了小温啊？你怎么那么贱啊？周光华话说的很难听。高燕勃然大怒，一看这情形不对，立马把电话抢了过来，道：周总，你他妈就只知道欺负女人。去年我回湖南了，我听说你还带人来日光大厦闹了一场，你怎么这么娘炮啊？老子在的时候就没见你来。周光华是个笑面虎，以前跟我接触都是一副笑眯眯的姿态，后来虽然双方撕破脸了，但是这样直接的撕逼还从未有过。周光华被我气得要摔电话，我说周总监别摔电话啊，我在日光大厦等着你，你有种放马过来。周光华气急反笑道：陈斌，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冲着叫嚣你配吗？你他妈就是高燕养的一条狗吧？我也笑道：周总，骂人没意思，和您高贵的身份不相符。我撂句话在这里，你被上高扫地出门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亲自送你，好不好？我说完直接把电话挂了。晚上高燕请温小兵吃饭，一定要我作陪，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吃饭的时候我跟温小兵讲，我说小温，你我没有什么生死大仇，以前我们之间斗那都是意气之争，反正彼此都是年轻人，脾气都冲，最后才搞得好像成了生死仇人。这事儿你我都有错，但是我承认我的错可能更大一些。今天当着高总的面，我喝干这一杯酒，认个错，同时希望以后你我在工作中能够多配合，好不好？我态度软化了，温小兵当着高燕的面也就不好再跟我叫板了。说句实在话，他没有勇气再跟我斗了，我的存在让他倍感压力，他拿什么跟我叫板呢？吃了饭之后，我回宿舍，刚刚到，高燕就给我打电话：陈斌，出来喝酒。我说你搞什么名堂？刚吃饭就喝酒，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吗？高燕说都到我楼下了，让我下楼就行。我下楼找了一个小排档，高燕问我装房子的事情，问我是不是马上装修。我说还没有考虑这事儿呢，现在天天不是忙吗？再说装修据说水很深，不亲自盯着也不放心。他跟我讲说他认识一个靠谱的兄弟在深圳干这个，如果我同意，我们2套房子一起搞，反正一套房子搞下来最多不超过5万块钱。我一想5万块钱我手中还是能拿出来，再说我现在天天还在干活呢，便点头同意。高总，你找我喝酒不光为这么一点屁事儿吧？高燕便跟我讲，陈斌，温小兵我们是把他搞回来了，这个人怎么用你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我冷笑道，高总，小温是从你手底下走出去的人，他的性格能力你都非常熟悉，这还问我吗？我问高燕自己是怎么想的，有什么安排，我可以帮他参考一下差不多。高燕跟我讲，说他准备把2部往死里整，现在深圳公司处在关键的时候，2部必须挑起大梁来，如果挑不起来，温小兵就别想安生。我一听就觉得高燕这女人真是太狠了，人家对你一片痴心，你把人家当成公使唤。但是我一想到孙红英，又觉得高燕这法子可以，毕竟温小兵再没有退路了，他短期不可能再离职博越，那样的话他就成名副其实的3姓家奴了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打工人的悲哀吧，打工人很多时候就只是棋子而已，打工辛辛苦苦付出青春和热情，得到的不过仅几两碎银子而已。高总，还有个事儿你也要干，你得找个男朋友。我道。高燕愣了一下，脸很红。我让她找男朋友，她当然明白意思，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要想温小兵对她没有念想，可能这个事情相当关键。高燕的眼睛往我身上瞟，我道，高总，你别冲着我看，我不合适，咱们不能搞办公室恋情，知道吗？你得另外想办法找人。高燕面红耳赤，狠狠地拿眼睛瞪我。我又想到曾经和她在一起的经历，实话讲，高燕真的是个不错的女人，不只是外貌，包括生活习惯、
性格这些都还不错，可能他有点爱喝酒，但是那也不过是为了释放工作压力而已。唯一可能有点不完美的地方，就是高燕出生的原生家庭存在瑕疵，但是这也不能怪他。其实他是最需要爱的，他从小缺乏的就是这个，但是他偏偏把自己包装在高冷的面具下面，从来就不露出女人本应有的亲和和温柔。可能只有我跟他有过那2次意外之后，他才对我略微敞开一点心扉吧。